當你在這漫漫長夜無心睡眠時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壓助眠的木屋建造，它是深夜失眠的終結者。看完保證你能美美的進入夢鄉。趕緊拿好你電量67%左右的手機，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一起享受這個沉浸絲滑的建造過程吧。之前阿祖已經把木屋前後的山牆密封完成。在寒冷的西伯利亞，一個溫暖的壁爐是抵禦嚴寒的關鍵，而木屋的防火措施也必須做到萬無一失。因此，阿祖決定在鋪設地板之前，先用混凝土澆築一個底座。他熟練地支起模板，上面再拉上鐵絲，用來確定水泥漿的高度。為了盡可能的節省混凝土，阿祖先在底部墊上一層石塊做基礎，之後就可以拿來攪拌好的水泥砂漿開始澆築。由於底座要與地面保持水平，這根拖梁將會被水泥包裹住。為了確保木質結構不被水泥侵蝕，阿祖在拖梁表面包裹了一層防水沥青，完事後再用刮刀將水泥漿表面刮平，壁爐底座的澆築工作就順利完成。木屋常年暴露在風雨之中，防潮防腐的措施也尤為關鍵。阿祖精心調配了一些防腐塗料，給實木的外牆來上一套全面的死亡護理，確保每一寸木材都均勻附上這層保護膜。經過幾天的等待，壁爐的底座終於凝固成型。阿祖拆開模板，露出堅實平整的混凝土基座，表面紋理細膩，毫無裂痕。接下來終於可以進入地板的鋪設工作。為了確保在安裝地板拖梁時不出現絲毫偏差，阿祖掄起斧子，先對拖梁兩側進行精細修整。完事後就可以釘上鉸碼，把方木給安裝上去。雖然木屋底座懸於地面，但仍需要進行必要的防虫防腐處理，因此很有必要先刷一層防腐塗料。接着就可以拿來木板对底座進行全方位密封處理，確保每一塊板材接縫嚴密平整無隙。為了防止蛇蟲鼠蟻的偷襲，還要在地板內部釘上一層細密的鐵絲網，如此一來就能有效阻隔啮齒生物的侵入，為木屋內部構築第一道防線。由於木板之間存在一些縫隙，阿祖拿來一些木屑，往裡摻入石灰粉後加水攪拌均勻，便可以用來填補縫隙，既防潮又牢固，還能起到防蟲的效果。地板的保溫材料，它直接選擇使用木屑，既環保又節省馬內。為防止木屑從縫隙下漏，在填充前先鋪上一層牛皮紙作為隔層，完事便可以將木屑均勻塞滿整個地板基底，撒上一層石灰粉以增強防蟲效果。再用自制工具将木屑壓實，確保保溫層密實無縫。等所有區域都填充完畢後，就可以拿來木板開始鋪設。這種板材經過加工處理，兩邊都帶有凹槽設計，能夠緊密咬合，只需拼接起來就能確保整體結構的平整度。經過這幾年的經驗積累，阿祖的手法愈發嫻熟，每一塊木板的拼接都精準無誤。很快地板便完整鋪就，走在上面堅實而平穩，即使在上面唱跳打籃球也無吱嘎一響。剩餘的一些地板邊角料被阿祖巧妙利用，制作成一張戶外木凳。為了能安然地度過漫長寒冬，在搭建之餘，阿祖還要準備足夠的過冬物資。他將採摘來的蘋果洗淨後，用機子攪成果泥，然後把汁水壓榨出來，倒入鍋中用文火慢熬。等到果汁變得稍顯粘稠，便可以盛入預先準備的玻璃罐中密封保存。這些果汁將成為冬日裡寶貴的糖分來源。他還趁着河流還未完全封凍，捕獲了一些紅鱒魚，將魚清理乾淨後，切成塊狀放入玻璃罐中。再加入粗鹽和一些蔬菜密封起來，然後再放入它的特殊高壓鍋中熟成。一罐罐秘制紅鱒魚罐頭就此制成，既能長期保存，又能保留鮮美滋味。隨着夜幕降臨，西伯利亞的野外寒意漸濃，阿祖裹緊外套坐在凳上，聽着篝火的噼啪聲，烤腸的香气在冷空气中彌漫開來，火光映紅了他凍得發僵的臉頰。斗轉星移間，阿祖已經野外獨居了4個年頭，